我爷爷养了一笼猴子，吃猴脑，卖猴皮。一天，有个老和尚路过化缘，爷奶都在喂猴子，我就给他盛了一碗饭。老和尚端着饭碗，眼睛却盯着喉咙，眉头紧紧皱起。他突然大声对着我爷喊：“老哥哥，你这猴子不对劲，要赶紧杀了！”黄泥岗村很多人家都养猴子，可没有哪家养得比我爷爷好。他那一笼猴子毛光水亮，膘肥体壮，却又乖巧老实的比老狗还听话。爷爷平时把我当牛马使唤，上午是干不完的家务和农活，下午就要我整理喉咙和喂猴，哪天稍有怠慢，棍子就等着招呼。作为爷爷口中的赔钱货，我早已习惯了打骂。有时瞥见喉咙里个头最小、挨欺负最多那只小猴子，总觉得他和我一样，躲在暗处默默忍受着。他腿有点瘸，手指也残缺，从来不像其他猴子一样抢食，总是挨饿。因此我时不时会偷摸给他一根玉米棒子，又或者一个番薯。他很聪明，如果我给东西的时候有其他猴子看着，他绝不接我的东西，只有确定没有任何猴子看他，他才会迅速接过去，藏起来偷偷吃。多机灵的小猴子，可惜终究要被杀了剥皮吃脑。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爷爷不仅擅长养猴子，更擅长宰猴子。猴脑是黄泥岗村出了名的美食，但村里别人家的猴脑都是死猴脑，只有爷爷能摆生脑宴。他伸开猴脑的本事是独一档的，人们都说那活儿既要手稳有力，还得快，算得上一门手艺了。所谓生脑宴，就是把活着的猴子拖到一张圆桌底下，圆桌正中有个圆孔，正好把猴头嵌在里面，让半个猴头从孔里露出来。爷爷手起刀落，用巧劲撬开猴子的天灵盖，露出那白花花的脑仁儿。这时猴子还是活的，会在桌子底下叽叽叫，但脑袋被箍住，动弹不得。一桌人就围着这生猴脑，一勺勺舀出来，用火锅烫了吃，直到吃完猴脑，猴子还不会死透。这时候爷爷就会把猴子拖走去剥皮。每次镇上的老板来吃猴脑宴，都会大夸爷爷的手艺，他便得意得不得了。村里许多后生都求爷爷教这门手艺，可爷爷总是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等他干不动了，才会找个关门弟子传授本事。爷爷靠着猴脑宴和猴皮生意赚了不少钱，在村里说话也有了分量。这天村里风平浪静，天色微阴，知了叫个不停，正是夏日最烦闷的时候。爷爷在院子里磨剔骨刀，奶奶在冲洗喉咙，我在灶头屋洗刷锅碗。忽然外头传来一阵铃铛声，我往外一看，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和尚，身穿破布袍，肩上挑着一副担子，正慢悠悠地走向我家场院。他来到院门口，放下担子，双手合十，念了声阿弥陀佛，说：“施主，贫僧路过，讨口饭吃。”爷爷瞧了他一眼，没理会。我见他一脸疲惫的样子，有点可怜他，就去接了他的讨饭碗，给他盛了一碗饭。老和尚接过饭碗，道了声谢，却没急着吃。他端着碗站在院门口，眼睛盯住了喉咙。阿弥陀佛。他忽然低声念了一句，对着爷爷喊：“老哥哥，你这猴子不对劲，要赶紧杀了！”爷爷本来正专心磨刀，听了这话，眉头一皱，放下手里的刀，瞪着老和尚：“你这老秃驴胡说八道什么？”老和尚摇了摇头，指着喉咙里的那只最瘦最小的猴子，沉声说道：“那不是普通猴子，恐怕是食人猴，以后长大了可不得了，必须赶紧杀了，不然要出大事。”我一听，心里不由得一颤，朝喉咙里望去，只见那只小猴子正蹲在角落里盯着老和尚，眼里满是怨毒，但发现我在看他，他立马又把头低了下去。那一瞬间，我感到背后发凉。可爷爷才不管这些，老和尚话没说完，他就大步冲上去，推了一把老和尚，夺过他手里的饭碗，往地上一摔：“你个讨饭的东西，敢咒我，给我滚！还食人猴，这就是普通的山猴，老子养了几十年猴子了，啥品种还看不出来！”老和尚被推得一个踉跄，木碗在地上翻了身，米饭洒了一地。他低下头叹了口气，还想要对爷爷说什么，爷爷却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提起脚就朝老和尚踹去。“我让你放屁！”他一边踢着老和尚，一边还甩手给我一耳光，骂道：“你这赔钱货，没事给这狗秃驴饭吃干啥？我看你是讨打！”我被爷爷吓得缩在一旁，不敢吭声，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和尚被踢得跌跌撞撞地往院门外躲去。把老和尚赶出门后，爷爷骂骂咧咧地回头去看猴子，奶奶小声跟他说了句什么，爷爷正在气头上，抬脚也往奶奶腿上狠狠踹了一下。“你跟着起什么哄啊？猴子成精了，还学你开锁？我看你脑子还不如猴脑子，晦气玩意儿！别看这猴瘦小，它骨相最好，以后指定能长得又高又壮，能剥出一张好皮来。”奶奶被踢了一脚，便继续默默冲洗喉咙，不再说话了。我低着头，心想虽然老和尚的话有些吓人，但那小猴子确实有些不对劲，具体哪不对劲又说不上来。老和尚也只是好心提醒而已。看爷爷正一门心思盯着猴子，我就悄悄走到院门口，捡起地上的讨饭碗，重新装了点饭，拿出门递给了老和尚。老和尚没走远，他被爷爷一顿踢打，
身上的破麻衣有些乱，正在整理。我把讨饭碗递给他，他似乎有些惊讶，对我点了点头，低声说：“孩子，凶猴虽狠，但也恩怨分明。你保有善心，能得善终。”说着，他朝我举了下单掌，随后徒手抓着碗里的饭，边吃边走远了。老和尚说的话让我有些不明所以，只知道不是什么坏话。回院子时，我忍不住又看了一眼猴笼，那只瘦小的猴子还是窝在角落里。在我进院子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和别的猴子不一样，更像是人的眼神。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不敢再看他，赶紧跑回了屋里。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总浮现出那只小猴子的眼睛，总感觉它好像就在窗外盯着我们看。明晃晃的月光透过窗棂照进屋里，把屋内的一切映照得朦胧又诡异。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直到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去。几天后的一个清晨，镇上的陈老板开着面包车，带了几个人来到村里，指明要吃生脑宴。爷爷很高兴，连忙把他们安排到了吃饭的隔间，开始摆弄起那套开脑工具。陈老板和他带来的几人坐着喝茶，等着看好戏。爷爷打开喉咙，从里面抓出一只最肥壮的猴子，把它绑了，塞到了饭桌底下，只剩半个脑袋从饭桌中间的圆孔露出来。那猴子被塞住了嘴巴，只能发出低低的哼唧声，身子不停地颤抖。猴子们都被爷爷训得老实，他抓猴子的时候，其他猴子没一只敢乱动，那只小猴子更是缩在角落，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一样。我把工具递给爷爷，木然站在一旁，双手紧紧攥着衣角。这一刻，我感觉自己也是杀猴子的帮凶。爷爷一手拿着锋利的剔骨尖刀，另一只手在猴头上摸索着，他这是在寻找骨缝的位置。几秒钟后，爷爷手起刀落，只听得一声清脆的咔嚓声，猴子的天灵盖连皮被硬生生撬开，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甚至没有一丝多余的血流出来。陈老板和他带来的人看得目瞪口呆，随即一阵喝彩，拍手叫好。猴子嘴里还在发出含糊的哀鸣声，两条腿在桌子底下乱蹬，可却软绵绵的，完全没力气，耳朵里全是猴子的惨叫。我只能拼命捂住耳朵，转过头去，不敢再看。爷爷用小勺子轻轻挖出猴脑，分到小碗里，端到各位老板面前。陈老板迫不及待地舀起一小块，往火锅里烫了3秒钟，然后放进嘴里细细品味，随即赞道：“妙妙啊，老王头，还是你这手艺绝！”爷爷笑得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拱手说道：“陈老板过奖了，过奖了，各位老板慢慢吃哈，我料理下猴子去。”说完，他把被开颅的猴子从饭厅拖了出来。爷爷看着他奄奄一息的模样，冷笑一声，随手将他丢到院子里，喊奶奶烧点水，准备剥皮。我瞥了一眼笼子里的其他猴子，他们听到垂死同伴的哀嚎，一个个挤成一团，眼神里一半呆滞一半惊恐。爷爷是故意当着猴子们的面剥皮的，就是想让他们看着他剥皮的全过程。他常说猴子其实胆子很小，他们看了这种场面就会变得老实听话。爷爷的刀划开猴子的皮肉，声音不大，但却异常刺耳。那猴子不时抽搐一下，发出几声微弱的哀鸣。我不敢看，但不知为何，我的目光却情不自禁地移向了笼子里的那只瘦小的猴子。他的眼神和其他猴子不一样，带着一种浓烈的恨意，直勾勾地盯着爷爷的一举一动。那眼神让我心里发毛，我忍不住喊了一声：“爷爷，你看那只小猴子的眼睛像人一样。”爷爷抬头看的时候，小猴子早就躲到了猴群后面，藏了起来。臭丫头，别一天天给我胡扯，没事干去灶头帮你奶烧火去，机灵点，听着饭厅里老板们使唤。爷爷边骂边抓起手边的棍子朝我挥来，我吓得赶紧往灶头屋里跑去，不敢再多说一句。路上，当我再往笼子看的时候，那小猴子的眼神已经变得呆滞又惊恐，和其他猴子没什么区别，好像刚刚那一刻只是我的错觉。爷爷剥完猴皮洗干净后，陈老板他们也吃好饭了。爷爷喊上奶奶一起搭陈老板的顺风车去镇上卖猴皮。临走前，他嘱咐我看好这些猴子，别让他们打架，要出了问题，老子剥了你的皮。说着，他扬了扬手里的猴皮，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连连点了点头，心里却忐忑不安。爷爷奶奶离开后，整个院子都空荡荡的，一瞬间安静下来。午后天气更热了，我给猴子们打了2大桶水降温。打完水后，我困意也上来了，外头的知了又叫得欢，跟催眠似的。我迷迷糊糊地趴在屋里桌上就睡着了。突然，一阵哐当声惊醒了我。我猛地睁开眼，透过窗户，竟然看到那只小猴子像人一样站在笼子门口，一手抓着钥匙，正在开笼锁。他哪来的钥匙？家里可只有爷爷身上有猴笼的钥匙。我虽然吃了一惊，但一想到要是猴子跑了，爷爷回来得打死我，就想冲出去阻止他。可当我和他的眼神对上的那一刻，我的双腿瞬间僵住了。他的眼睛原本是乌溜溜的，此刻却变成了幽绿色，就跟灵光一样。2只冒着绿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仿佛在警告我别乱动。我的心脏砰砰直跳，额头冒出了冷汗。
我死死咬住嘴唇，想要出去阻止他，但两条腿却跟绑了石头一样，根本抬不起来。此刻我只庆幸在午睡之前把屋门上了锁。小猴子很快就把笼子打开了，他从笼子里钻出来后，先是转身又把铁笼原样锁了起来，还把钥匙丢到了一旁的地上。随即他3两下冲到院子西南角，那里堆放着白天爷爷宰杀的猴子的尸体。小猴子从地上扒拉起那具猴子尸体，张口就咬。虽然隔得很远，但我看得真切。这小猴子嘴巴里的尖牙明显比其他猴子多得多。它身子很小，吃肉却很快，一小会就把那猴子尸体吃得一干二净，还一手抓着一根大腿骨，啃得嘎嘣响。他一边啃着骨头，一边又转头看着我，两只眼睛不发绿光了，但却布满血丝，同样恐怖。他看了一会之后，嘴巴一咧，竟然露出一个像人一样的微笑。恐怖的眼，满嘴的血，尖尖的牙，再加上这微笑，实在是无比诡异。我感觉心跳都在这一瞬间停了下来了。但小猴子没再做其他事情，只是抓着2根骨头，一个蹦跳就消失在了院墙外。我跌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双腿软绵绵的，提不起半点力气。我不敢起来，更不敢开门，生怕小猴子去而复返。就这么在地上瘫坐着，一直呆坐到了黄昏时分。黄昏时分，爷爷奶奶踩着目光回了家，刚进门，爷爷就大喊：“臭丫头，怎么都不知道来开门！”此刻听到爷爷那凶巴巴的声音，我却觉得格外亲切，突然就有了力气从地上爬起来，冲出门去，朝着爷奶大喊：“爷爷奶奶，小猴子跑了！”正从院门走进来的爷爷一听我这话，连忙冲到了喉咙边上。这一看，他的脸色瞬间铁青。爷爷顺手从一旁抄起一根棍子，对着我当头就是打。你个赔钱货，谁让你放走了猴子？我习惯性保住了头，任由棍子抽打在身上。不是我，是那只小猴子自己开锁跑的。爷爷根本不听我的解释，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棍棒，打得我满地乱滚。奶奶从地上捡了喉咙钥匙，忙不迭过来拉爷爷，劝了好几句，爷爷才骂骂咧咧的停了手。这小猴子身子最弱，吃得少，跑不远，多半是躲进山里。我去把它抓回来。我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说：“爷爷，那小猴子是装的，它身子不弱，它把中午那猴子尸体全吃干净了。”爷爷一愣，转头看向院子角落，地上此时只剩下几块碎骨头碎肉，连个成型的肉块都没有。爷爷脸色更青了，他把手里的棍子一扔，大步流星就往外走，边走边嚷嚷：“我管你啥玩意儿，进了我的喉咙就别想跑！”刚走出院门，他又回过头来：“你俩还杵在那干啥？跟我一起上山找猴子！”听爷爷这么说，奶奶连忙拉着我一起出门。爷爷又在村里喊了几个年轻后生，一行人浩浩荡荡就往山里去找猴子去了。人虽然不少，但傍晚进山，大伙也不敢散太开。沿路找了半晌，却连半个猴影都没看到。天彻底黑了，山里起了雾，远处传来几声夜宵的怪叫，脚下的树枝被踩得咔嚓作响，四周静得吓人。我跟在人群后面，心里七上八下，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周围徘徊。年轻后生们已经开始打退堂鼓，都跟爷爷说这猴子恐怕躲到深山里了。爷爷手里提着油灯，一边走一边骂：“娘皮的，一个病猴子倒也能跑这么快！”爷爷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灯光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跳跃着，显得愈发阴沉。他狠狠啐了一口：“回吧，这畜生跑不了多远，明天再找。”回村的路上，我一直觉得背后凉飕飕的，仿佛有双眼睛在黑暗中盯着我们。我不敢回头看，紧紧跟在奶奶身后，手心里全是冷汗。小猴子终究没被找到，但他也没再在村里出现过。慢慢的，这事儿就被淡忘了。转眼3个月过去了，天气转冷，笼里的猴子更壮实了。爷爷每天看着那些猴笑呵呵的。今年猴子长得好啊，猴脑足，猴皮也能卖个好价钱。近几日，他更是一早就开始忙活起来，因为1年1度的猴儿节要来了。猴儿节对村里人来说，意味着生意和发财的机会。每年猴儿节来临，外乡人就会赶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看猴戏，喝猴酒，买猴皮。最重要的，当然是品尝那传说中的鲜嫩一绝——猴脑。村里所有养猴的人家最近都忙极了，准备着各种与猴子相关的物件和酒菜。当然最来劲的还要数爷爷，他没事就拿着竹棍，不停敲打着猴笼子，数着猴子的数量，边数边不停念叨：“这可都是票子啊！”哈哈哈！我和奶奶每天都忙得屁股不沾凳子，挑水、劈柴、扫洒、喂猴，干不完的活。虽然忙得都没工夫乱想，但我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不安，总觉得要有什么事发生。我偷偷瞥了一眼笼子里的猴子们，他们挤在一起，神情都木呆呆的，全然不知自己几天后的命运。突然，院子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一声凄厉的哭喊：“救命啊！我家小妮儿不见了！”我往门口望去，只见村西的刘家婶子披头散发地冲进院子，脸色苍白，满眼惊恐。老王
哥，我家小妮儿不见了，哪儿都找不到啊！村里人都听你的话，求你快喊人帮我找找。爷爷被他一把抓得站不稳，皱了皱眉头，语气有些不耐烦。小孩子贪玩，自己跑出去玩了吧，别大惊小怪的。说完，他把手从刘家婶子手里挣脱出来，继续清点他的猴子。可刘家婶子死死抓住他不放，声音尖锐刺耳。不是，尖锐刺耳。不是，早上他还在院子里玩，我去河边洗个衣服回来他就没了。我在村里来回找了3遍了，没人应声，肯定是去山里了呀。他哭声越来越大，一副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不少村民被动静引了过来，大家面面相觑，议论纷纷。我听到刘家婶子说到山里，心里突然咯噔一下，想起了那只逃跑的小猴子，特别是他啃食猴子尸体的样子，不会是……我不敢再想下去。爷爷脸色有些不太好看，瞥了刘家婶子一眼。行了，别嚷嚷了，大伙儿一块儿去找找吧。猴节眼看就要到了，可别闹出什么乱子。村民们都听爷爷的，赶紧分头行动，带着铁锹棍棒朝村后的山林里搜去。此刻天光还亮得很，林子里却一片幽暗，还弥漫着一股阴冷的湿气，让人浑身都起鸡皮疙瘩。找了约莫有2个多小时，不远处突然有村民喊了一声：“快来这边！”我们循声而去，便看到一堆荆棘丛边散落着一些破碎的衣物和几块沾满鲜血的碎骨头。刘家婶子先是一愣，随即猛扑上去。这是小妮儿的衣服。她一把抱住碎衣服，嚎啕大哭起来。我看着那堆骨头，胃里一阵翻腾，忍不住打了个冷战。骨头周围的泥土被染得鲜红，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儿。村民们都被吓得倒退了几步，有人捂住了眼睛，不敢再看，还有人直接退到一旁呕吐起来。有人低声说：“这小妮子，这是不是被山鬼咬死的？”另一人连连点头，声音颤抖：“多半是啊，不然怎么可能就这一会儿连骨头都咬碎了？山鬼吃人了！”爷爷脸色铁青，狠狠瞪了他们一眼，厉声喝道：“胡说八道，哪有什么山鬼？这是……”他顿了顿，咬着牙补充道：“这就是被老柴咬死的小羊，明明是羊骨，哪是人骨？别瞎说！”爷爷快步走到刘家婶子身边，低声对她说了几句什么。刘家婶子哭声顿时止住，脸色变了几变，随即点了点头，整个人都安静下来。我远远地看着爷爷那张铁青的脸，心里明白他不想把这事闹大。毕竟要是有小女孩被吃掉的事传出去，村里猴节的生意肯定要大受影响，更别说这小女孩很有可能是被食人猴吃掉的。果然，爷爷转头就对大伙说：“猴节马上就到，这个节骨眼上，大伙儿可不兴到外头瞎说，不然就是断了村里人的财路，到时候在村里可没好日子过。”刘家婶子都没说啥，村民们自然没意见，都点头应和。那就都散了吧，过几日村里就要热闹起来了，都该干啥干啥去。爷爷大手一挥，村民们便纷纷回村去了。他又转身把蹲在一旁的刘家婶子扶了起来，往他怀里塞了几张红票子。我知道你心里苦，可现在这节骨眼儿可不能让外乡人知道，不然村里人都得怨你。刘家婶子麻溜地把票子收好，一边干抹眼睛。我晓得的，老王哥，你说的对，幸好丢的只是个小丫头，没了就没了吧。他的声音里竟然透露出几分侥幸，听得我心里一阵发冷。爷爷拍拍他的肩膀，转身离开，我也亦步亦趋跟回了村。村子又恢复了平静，爷爷继续忙活着操办猴节，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心里却越来越不安。那堆碎骨头，那小猴子的眼神，一切都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5天后就是猴节了，村里人越发忙了，爷爷更是起早贪黑。他脸上挂满了笑，整天盘算着今年又能赚多少票子。对我也难得和气了几分，棍棒打得少了，身上也有2天没添新伤了。这天晚上，我早早躺下，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槐树沙沙响。我翻了个身，盯着屋顶发呆。忽然听到外头传来一阵低沉的啸叫，那声音说不出像什么，又像是小孩哭，又像是猫头鹰在叫，混杂着一种让人寒毛直竖的诡异。我屏住呼吸，侧耳倾听，心跳越来越快。难道是笼子里的猴子发出来的声音？可那些猴子平时都很安静，从来没发出过这种声音。我悄悄下床，蹑手蹑脚地走到窗边，掀开一角窗帘，朝院子里看去。月光洒满场院，映照得一片惨白。喉咙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里面的猴子都挤成一团，蜷缩在角落里，似乎都已经熟睡。我看了一会，啥也没看到，只能又回去躺着，试图让自己睡着。可那阵怪异的啸叫声时不时响一下，吵得我脑袋嗡嗡的。
根本没法安睡。那声音一直持续到快天亮才彻底消失。天蒙蒙亮，我打着哈欠起来打水，刚走进场院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我心头一跳，快步走向猴笼。还没走近，就看到地上一片猩红，笼里的猴子横七竖八倒在地上，每一只的头都被砸得稀巴烂，脑浆四溅，浑身的皮毛也被划拉得七零八碎，鲜血从笼子里流出来，染红了笼子前的一大片泥地。我吓得愣在原地，手里的水桶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爷爷听到动静，快步从屋里冲出来，他一眼看到笼子里的惨状，脸色瞬间铁青。他抄起一根棍子，狠狠砸在铁栏杆上，眼珠子直转。死畜生！我要剥了你的皮！他气得直跺脚，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眼中既有恐惧又有……他气得直跺脚，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眼中既有恐惧又有不甘。奶奶听到声音也赶紧跑出来，看到满地的鲜血和死去的猴子，吓得脸色煞白，嘴里直念道：“这怎么回事？”爷爷狠狠踢了铁笼子一脚。肯定那食人猴回来报复了，这畜生最是记仇。奶奶两手紧紧抓住围裙，浑身发抖。我站在一旁，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昨晚那阵怪异的鸣叫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这真的是那只瘦小的猴子干的吗？一夜杀掉这么多猴子，他该有多凶狠啊！爷爷猛地转过身，怒目圆瞪，一棍子抽在我身上，叫你把那猴子放跑，他要回来报仇，就先把你吃了。他一边骂着我，一边来回踱步，眼珠子四处乱转，这是他极度焦躁的表现。这时，周围的村民也听到声音，围到了院门口，看到院子里的场景，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纷纷问是咋回事。奶奶刚要开口，就被爷爷一个眼神瞪回去，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估计是山里的黑熊饿了，下来找吃的，吃不到笼子里的猴子，就把他们都弄了。黑熊饿了，下来找吃的，吃不到笼子里的猴子，就把他们都弄死了。村民们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只能是黑熊了，要不然哪有力气把猴头都拍烂？应该是了。你们看这院墙边还有这么大的脚印呢，除了黑熊还能有啥？这时候我才发现，院墙脚下竟然有2个巨大的脚印，深深陷进了泥地里。爷爷也盯着那脚印，神色严肃，不再说话。村民们安慰了爷爷几句好话，就都回去了。等人都走了，奶奶低声对爷爷说：“老头子，咱还是赶紧收拾收拾，逃到镇上去吧。那猴子恐怕已经成了山鬼，我们惹不起啊！”爷爷狠狠地甩了甩头，瞪了他一眼：“躲！这是老子的地盘，你让老子躲，他敢再来，我就能剥了他的皮！”奶奶还要再说什么，爷爷冷哼一声打断了他的话头：“别在这唧唧歪歪了，把板车拖出来，把这些猴子尸体扔到后山去，脑子没了，皮也烂了，看着心烦。”爷爷奶奶忙活了一整天，才把猴子尸体全丢掉。我把场院整理干净，又给他们做了晚饭。他们吃了饭，早早就上床了。爷爷苦着脸躺在床上唉声叹气，整个人都像是老了几岁。奶奶安慰他：“老头子，不行，咱以后不养猴子了，咱们抓几口小猪仔和小羊羔回来，好好养着，一样赚钱，还安稳。”爷爷甩手给他一个大嘴巴：“你个老太婆懂什么？一桌猴脑宴就抵得上3、5头大肥猪了。等料理了那畜生，老子再搞一批小猴回来继续养。就怕再碰上那怪东西。”放屁！晦气玩意儿！嘴巴里再瞎说，老子撕了你的嘴！闭嘴，睡觉！说完，2人就都睡下了。我拉掉了房间灯，也躺在了一旁的小床上，脑子里全是那群猴子惨死的画面，心里感觉堵得慌。夜里风声呼啸，院墙外的老槐树被吹得沙沙作响，树影在窗帘上摇曳着，好像无数双手在抓挠着什么。整个屋子静得可怕，只有风声和爷爷的呼噜声交织在一起。突然，外头又传来和昨晚一样的怪异啸叫，那声音断断续续，由远及近。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窝在被子里一动不敢动。这时候，一双温暖又粗糙的手握住了我的小手，是奶奶。妮子，别怕，奶奶在。爷爷也从床上起来了，他从床尾摸出了剔骨刀，靠到门边上，隔着门缝盯着外头。外边的啸叫声越来越近，随着扑通一声巨响，明显有什么东西跳进了我家院子里。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被冻结了，冷汗顺着额头慢慢滑下，只能用力抓紧了奶奶的手。就在这时，爷爷猛地回头，他神色慌张，声音压得很低：“快进地窖！”奶奶一把拉起我，跌跌撞撞跑向侧屋，冲向地窖。地窖盖板被奶奶一把掀开，她先把我塞了进去，自己也跟着跳了下来。进地窖之前，我隔着窗户往屋外看了一眼，只这一眼就让我几乎魂飞魄散。只见一只比碗还大的眼睛紧紧贴在窗户上，正朝着屋里张望。那散发着灵光的眼睛嵌在一张青紫的怪脸上，脸上满是竖起的刚毛，一张血盆大口微微张开，2颗长且锋利的獠牙刺在外面抵住了窗台。奶奶大喊：“
老头子，快进来！爷爷直接丢了手里头的剔骨刀，猛地朝着地窖冲来。几乎与此同时，手里头的剔骨刀猛地朝着地窖冲来。几乎与此同时，那怪物一拳捣碎了窗户，锋利如镰刀的爪子朝着爷爷的后背抓去。千钧一发之际，爷爷翻滚着钻进了地窖口，然后迅速盖上了厚铁盖板。他用力把隔板的搭扣从里头锁死，又紧紧扒拉住隔板的把手，大气都不敢多喘一口。刚一关上地窖口，外面就传来一声尖利的啸叫，那声音刺耳至极，仿佛要撕裂耳膜。我整个人抖了一下，几乎要叫出声来，却被奶奶一把捂住了嘴。她的手冰凉，微微发抖，我的心跳得如同擂鼓，几乎要从嗓子里蹦出来。爷爷一言不发，整个人的力量都掉在隔板把手上，眼睛死死盯着头顶。外头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咚咚咚，每一步都仿佛踏在我心脏上。那声音越来越近，停在了地窖口。随即一阵鼻息声传入耳中，粗重低沉。我能想象出一头巨大的鬼怪正俯下身子，嗅探着我们藏身的地方。我的心都快跳出了胸膛。奶奶的手越发用力，几乎要将我的嘴巴捂得喘不过气来。忽然一声狂怒的吼叫，几乎要将我的嘴巴捂得喘不过气来。忽然一声狂怒的吼叫，震得整个地窖都颤了一下。随即外面传来剧烈的撞击声，那鬼怪似乎正在疯狂地砸地窖盖板。所幸地窖盖板是铁做的，那鬼怪一时间也弄不开，只能把气撒在别处。外面砰砰砰砰的撞击声响个不停，间或传来木头断裂的声音，又或是砖石撞击的声音。地窖里昏暗无光，我在巨大的麻木和惊惧中竟然睡了过去，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梦魇。在梦里，巨大的怪物用镰刀般的爪子将我撕成碎片，还把我脑袋像西瓜一样捏爆。不知过了多久，我才从噩梦中恍然惊醒。此时外面的声音已经平息下来，只剩下呼啸的北风。我大口喘着气，这才发现自己还在奶奶怀中，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冷汗彻底浸湿。爷爷整个身子紧紧弓着，仍然抓着地窖隔板的把手，一动不动。奶奶发现我醒了，颤抖的手拍了拍我，又问爷爷说：“他走了吗？”爷爷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直起身，轻轻推开地窖口的一条缝隙。晨曦微光洒进地窖，一起身，轻轻推开地窖口的一条缝隙。晨曦微光洒进地窖，映出他满脸的汗水和疲惫。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看了看外面，眼神变了几遍，最终重重地叹了口气，走了。说完，他率先从地窖口爬了出去，我和奶奶也急忙跟了出去。刚出地窖，眼前的一幕就惊得我差点叫出声来。整个屋子几乎被彻底摧毁，无论是床柜还是家具，全都被砸得稀巴烂，屋墙全部倒塌，没有一块好的，只有外边的砖头院墙还算完好。奶奶望着被毁坏的家，眼中噙满了泪水，但又不敢落下来。爷爷狠狠地一拳捶在院墙上，低声骂道：“狗日的畜生！”一夜没闭眼，他双目通红，整个人异常憔悴，但仍然使劲挺直着腰板，一副要和那怪物拼命的样式。一上午，爷爷都没说话，甚至没有使唤我和奶奶，他自个儿拿着铁铲默默清理着院子。灶头被毁了，没法做饭。奶奶抱着我缩在屋檐下，仿佛还没从夜里的恐惧中缓过来。过了好半晌，奶奶终于还是忍不住开了口：“老头子，咱们还是逃吧，赶紧去镇上，这食人猴真成了山鬼了，咱们斗不过。头子，咱们还是逃吧，赶紧去镇上，这食人猴真成了山鬼了，咱们斗不过啊！”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哀求，这食人猴的恐怖和凶狠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继续留在这儿无异于等死。爷爷听到这话，把手中的铁铲咣当一声砸在地上，他缓缓转过身来，目光阴冷地盯着奶奶：“跑哪儿去？黄泥岗是咱王家的根，我这把老骨头是死也要死在这儿的。”说着，爷爷冷笑了一声，吐了一口痰，语气中透着一股狠劲儿：“你昨晚没看到那畜生不知道怎么长的，竟然比黑熊还大一圈，要是抓住它，剥下它的皮毛，得有多大一张？这种整块的大皮毛，在县城里都是有价无市啊！”他一边说着，一边摸了摸下巴，目光瞥向远处山林，仿佛已经看到票子了。我听得头皮发麻，那食人猴如此凶残恐怖，爷爷居然还想着剥他的皮，奶奶也瞪大了眼睛：“你疯了不成？那可是山鬼啊！咱还指望着活命呢，怎么能惹他？妮子他还这么小，你也得为他考虑下。”闭嘴！你天天就知道瞎嚷嚷，什么山鬼不山鬼，那就是一畜生，没脑子的畜生，凭什么怕他？这赔钱货要是被那畜生吃了，就是他的命。奶奶被他的话镇住了，脸色瞬间煞白，嘴唇颤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她用力拉着我的手，像是真怕我突然被食人猴给吃了。她的手心冰冷，我心里也一阵发酸。爷爷这番
番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刺得我心头一阵剧痛。是啊，我在他眼里永远只是一个赔钱货而已，死了也无所谓。我告诉你，老娘们儿，这事儿我说了算，你不想挨打就少说话。说着，他一把抓起墙边的竹棍，朝奶奶劈头盖脸的打下来。奶奶转身抱着我，任由竹棍抽在背上，没再多说一句。爷爷大概是真的疯了。食人猴夜袭之后，我们的屋子已经彻底被毁，既没法生火做饭，更没法住人了。这会已经是初冬了，夜里冻得很，没地方睡觉的话，怕是要冻死。爷爷把奶奶抽了一顿之后，大概消了气，拿着铁铲转到院墙根下边挖了起来，挖了半晌，挖出来一个长条布包。他扛着那布包，转头看着我们，还跟白痴一样，杵在那里干啥？先去跟生家借宿几天，然后找泥瓦匠来帮忙修屋。根生是我家邻居，平日总想跟我爷爷学宰猴子的手艺，逢年过节都给爷爷送礼货，热情得很。可没想到他一口回绝了爷爷的借宿请求，爷爷大怒。根生，我平时对你还挺客气吧？宰了猴都分你猴肉，现在就是借你家不用的仓库住几晚，你还这么小气？老王说，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这猴子肉又酸又硬，能比得上我一年几次给你送的东西？再说，我给你送了多少年东西了？你可是一点手艺都没传给我。我老王当着村长面说过的，以后金盆洗手不干了，才会收关门弟子。你看咱们远亲不如近邻，以后我肯定先考虑收你，就怕没这个机会了。根生，你什么意思？老王说，我也跟你实话实说，那天那个老和尚到你家讨饭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昨晚上那么大动静，我也出来看了。食人猴那玩意，别人不知道，你老王家还不知道，那东西报复心强得很。我还有一家老小，可不敢留你在家。爷爷咬着牙，脸色铁青，他狠狠瞪了一眼根生，又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走，去大姐家住，她的里外都是砖头房，大铁门，不怕那畜生。大姑婆是我爷爷的亲姐姐，嫁给了同村的打铁匠，早些年是过了些富裕日子的。后来大姑公在村里人怂恿下，跟人去远山采参，结果参没采到，惹到了食人猴。一行13个人，只有我大姑婆回来了，但是她的右手也被咬掉了3根手指头，腿也被咬瘸了。回来后这事就在村里传开了，人人都知道食人猴报复心强，全都避着他。爷爷也很少和他来往，于是大姑婆索性自己搬到了村边上，花光积蓄盖了2间大砖房，独来独往，很少有人见到他。很快我们就到了村边大姑婆家门外，大铁门锈迹斑斑，四面院墙上全是爬墙虎，看起来有一点阴森。爷爷走到门前，抬手敲了敲门环，铁门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回响在空旷的四周。过了许久，铁门才吱呀一声缓缓打开，一个瘦削的身影出现在门后，正是大姑婆。她穿着一身灰布棉衣，脸上满是褶子，她目光在我们身上来回扫了几遍，这才开口问：众妇啊，你们咋来了？她的声音低沉沙哑，像是多年不曾开口般，透着一股凉意。哎，大姐，昨儿个风大，把屋顶吹掀了，瓦片落了一地，这天太冻，不能住人了，就想着来你这儿借住几天。爷爷陪着笑脸，语气难得放得柔和了一些。大姑婆眉头微微皱起，眼中闪过一丝犹豫，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进来吧。说完，她转身进屋，留下铁门半开着。爷爷连忙领着我们走进院子，然后关起了大铁门。大姑婆家的院子很大，院墙也高，里面东西2间大砖房整理得干干净净，一点都没有门外那种阴森的感觉。大姑婆默默带我们进了屋，让我们住在了西边的房间。我们把东西摆好之后，奶奶说要去帮大姑婆烧火做饭，爷爷一把拉住她，压低了声音：你可别多嘴，把那畜生的事说出来，他怕这玩意怕得要命，你要说了，我们就没得住了。奶奶轻轻点了点头。很快晚饭就做好了。吃过晚饭之后，大姑婆说家里柴火不多了，她要去山里捡些干柴回来。奶奶脱口就说：大姑姐，山里可不能去。爷爷狠狠剜了奶奶一眼，截断她的话头。山里怎么就不能去了？我昨天刚从山里拖了不少柴回来，趁没下雪，早点备点挺好的，赶明儿咱们也上山帮大姐去捡。大姑婆扫了爷爷奶奶一眼，神情没什么变化。没事，你们也住不久，我一个人捡就够了。说完，她便大步出门去了。她刚出门，爷爷就甩手给奶奶一个耳光。跟你说了，别瞎说！你他娘的差点说漏嘴！现在都傍晚了，万一大姑姐上山真碰上了那畜生，那可怎么办？真碰上了，那不正好？我们房子都不用重新盖了，这大砖房住着也挺舒服。他说着就往炕上一躺，鞋子也不脱。娘皮的，累死老子了！我先也不脱。娘皮的，累死老子了！我先睡会儿，你们别吵啊！我听得心惊肉跳。爷爷这话的意思是巴不得大姑婆死在山上啊。爷爷虽然跟大姑婆来往不多，
可我每年收到唯一的红包就是大姑婆给的，我不能让她稀里糊涂就被食人猴吃了。想着想着，我心里越来越慌，终于下定决心，悄悄追了出去。还好大姑婆没有走远，我赶上她之后，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怎么了，妮子？大姑婆，我得告诉你，咱家房子塌了不是风吹的，是食人猴干的，它可能就在山里。大姑婆的脸色在听到食人猴3个字时微微一变，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你爷爷为什么不说？我低下头，咬着嘴唇，不知该怎么回答。大姑婆盯我看了会，忽然轻轻叹了口气，摸了摸我的头，说：“你这个妮子，心肠倒是不坏。”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和感慨，仿佛看透了一切，又仿佛在嘲笑什么。妮子，你回去吧，我家房子牢得很，只要你锁好铁门，躲在家里，过几天就没事了。那你呢，大姑婆？不用担心，过几天就没事了。那你呢，大姑婆？不用担心我见过食人猴，我知道怎么躲它。说完，他又摸了摸我的头，然后朝我挥挥手，就朝村外走去。当天晚上风平浪静，食人猴没找上门来，但是爷爷的呼声震天响，吵得我一晚上也没能睡着。第二天吃完早饭，大姑婆还没有回家，我和奶奶都有些担心她，爷爷嘴角却露出笑意。一夜没回，大姐不知道还回不回得来呢。奶奶叹了口气，欲言又止。爷爷冷冷瞪了她一眼，又从贴身袄子里摸出2张票子，拍在奶奶桌前。别在这唉声叹气的，借个板车去张老三家割10斤猪肉，买2只鸡，再去打10斤黄酒，整点下酒菜。奶奶接过钱，纳闷道：“老头子，买这么多酒肉干啥？让你买就赶紧去买，这么多废话干啥？”随后爷爷又朝我抬了抬下巴。臭丫头，先去煮一大锅饭，记得煮满1锅，别不够吃，然后多烧点水。我点了点头。奶奶小心翼翼问：“咱们要在大姑姐家招待谁吗？”爷爷神秘兮兮的一笑。咱们要在大姑姐家招待谁吗？爷爷神秘兮兮的一笑。晚上你就知道了。说完，奶奶和爷爷2人一前一后出门了。我自个儿去灶头屋里生火烧饭。不多时，爷爷先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一大帮子人，全是村里游手好闲的年轻后生。爷爷招呼他们到堂屋坐着，又喊我给人端茶倒水。我给他们倒茶的时候，爷爷已经把他的长条布包摆在了桌上。那些年轻后生一个个眼里放光。叔，你有这玩意，别说就是猴子，黑熊也能抓住。爷爷摆了摆手，别小看那畜生，黑熊也不一定有它力气大。另一个年轻后生接口：那玩意真有那么大？那这皮毛得值多少钱？这么说吧，我卖了这么多年皮毛，猴皮、熊皮、狐皮、狼皮都卖过，就没见过那么大的皮。见过最贵的一次皮毛，都比那畜生身上那张要小得多，还卖了这个数。爷爷说着，张开5根手指在后生面前虚晃着，满眼都是得意之色。刚刚说话那个年轻后生惊讶道：“5000，那可不就发财了，都能盖3间大砖房，娶上媳妇了。”其他人都哄堂大笑，爷爷则是冷笑：“盖3间大砖房，娶上媳妇了。”其他人都哄堂大笑，爷爷则是冷笑一声：“5000，你们还年轻，不知道城里人兜里到底有多少钞票。就这一张皮，除了手，够在城里买套房还有余。”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那咱们可就发达了。叔，等卖了皮毛，我不多要，只要稍微分我一点，让我能在村里盖房子娶媳妇就成。爷爷听了这话，眯着眼皮笑肉不笑。他这种表情多半是不太高兴。他平时所有钱都藏起来，要花了才给奶奶，自然也不喜欢别人分他的钱。正聊着，奶奶推着一板车的酒肉回来了。他一看到家里的阵仗，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但后生们一个个婶子婶子的喊，他也只好笑着点头。做饭的间隙，他抽空去找爷爷。老头子，这都是些偷鸡摸狗的二流子，你请他们吃饭做啥子？就是偷鸡摸狗的人才弄得住这畜生。奶奶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她满脸惊恐。那畜生多凶狠，你不是没见过？这不是人多有用的。爷爷皱起了眉头。就你屁话多，他再凶狠，他能挨得住枪子吗？奶奶恍然大悟。就你屁话多，他再凶狠，他能挨得住枪子吗？奶奶恍然大悟。那长布包原来是……爷爷笑了。我可不会像那些蠢货一样，真把这玩意白白上交了。奶奶睁大眼睛，好一会儿没说话，最后长长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爷爷在家里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他真要做什么，他说再多也没用。陪着一群年轻后生喝完酒吃完肉之后，他就招呼他们在院子里挖陷阱。众人忙活了半天，挖了一个又大又深的坑。本来有人说要在坑里插满竹刺，但被爷爷制止了。他担心竹尖戳坏了食人猴的皮毛，影响价钱。坑挖好了，众人在上面横七竖八搭了一些竹竿，然后铺上稻草，一个简易的陷阱就做好了。有人怀疑这个陷阱
会不会骗不过食人猴？爷爷底气十足，一个畜生又不是人，怎么就骗不过？就算不上当，老子也能一枪崩了他的猴头！陷阱做好后，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冷风穿过院子，吹得我直打哆嗦。众人挤在堂屋里，吹了灯，隔着门缝、窗缝盯着外面看。冷月高悬，满地银霜，整个世界都安静极了，根本没有食人猴的动静。爷爷冷着脸站在门旁，那长条布包已经拆开，里面竟是一杆枪。他拄着枪站着，整个人的气势比前2天高出不少。又过了好一会儿，有个年轻后生忍不住小声问：“说食人猴今晚上会不会不来了？”这畜生鼻子灵，报复心强，只要开始报复，就是不死不休。他肯定已经记住了我的气味，今晚必来。嘴上虽然这么说，但爷爷心里却似乎也没什么底。他突然一把抓过我，就往门外推。臭丫头，给我到陷阱边上站着去！我心里一个咯噔，爷爷这是要干啥？老头子，你疯了！你要妮子去干啥？这畜生既然抓过老刘家的小丫头吃，肯定食髓知味，还想吃小女娃。他见我不肯动，一脚把我踹出门外。给我老实站到陷阱边上去！敢乱动，老子先打死你！奶奶想过来拉我，爷爷一脚把他踢翻在地。老娘们别搞事，不然也给你吃枪子！那些年轻后生看到平时与人和善的爷爷竟如此凶悍，一个个面面相觑，神色复杂。我无奈只好挪到陷阱旁蹲下，心里一片冰凉，无声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爷爷为了抓食人猴，居然毫不犹豫地把我当诱饵，这真是我的亲爷爷吗？夜色渐渐浓重，四周一片死寂，只有风吹动院子里树叶的沙沙声。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每一刻都让人心神紧绷。突然，远处传来一声低沉而尖锐的啸叫，打破了寂静。众人发出低低的呼声，爷爷也抬了抬手中的枪，把门缝拉得更大了些。啸叫声越来越近，一股腐肉的气息逐渐弥散在空气中，天上的月光也暗淡了几分，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逼近。我心跳如擂鼓，呼吸急促，眼睛死死盯着门外的黑暗处，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一动都动不了。突然，2只硕大的灵光灯笼出现在了院门外，是食人猴的眼睛。爷爷猛地举起猎枪，对着那猴头就是一枪。然而他低估了食人猴的敏捷性。食人猴身躯虽然比黑熊还大，但却非常轻巧，只是嗖的一下就闪电般的窜到了一侧墙后。枪响在夜空中回荡，弹壳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打空了，爷爷连忙重新装弹，举枪瞄着却不敢打，他怕再次打空，恐怕就没机会了。食人猴不慌不忙，从墙后转过身，一步步走进院中。他停在了陷阱前面，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身后的堂屋，眼里仿佛露出了嘲弄的神色。你看那畜生的眼神，是不是跟人一样？有年轻后生颤抖着说，却没人接话。你们几个先出去吸引他注意力，让他没法盯着我，我才能打中他。那些年轻后生还在犹豫，爷爷声音大了起来。你们还想不想建砖房？想不想娶媳妇了？年轻后生这才一个个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们拿着铁叉、铁锹、铁铲啥的，分成2拨，各站在2侧，对着食人猴挥舞着武器，嘴巴里咒骂着一些不干不净的话。食人猴却诡异地笑了起来，他突然抬脚一踢，就把脚底下的泥块踢起一大片，兜头朝着东侧那拨人砸去。瞬间那拨人就被笼罩了泥尘之中，那拨人惊慌失措，乱挥武器，嗷嗷直叫。食人猴又故技重施，把一大坨泥尘踢向了另一拨人。一瞬间，2拨年轻后生都大喊大叫，乱成一团。砰！又一声枪响，众人听到枪响，就争先恐后先冲回了屋子。可冲回屋子再回头看，早不见了食人猴的踪影。那畜生怎么不见了？是打跑了吗？众人惊慌失措，全都看向爷爷。爷爷黑着脸，抿着唇，显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虽然离得近，但也没看真切，只知道枪响时，食人猴身影一闪便不见了，多半又打空了。正在众人提心吊胆的时候，突然听到轰隆隆一声，堂屋的一根侧梁塌了下来。我扭头一看，只见食人猴那庞大的身躯此刻正趴在屋顶上，对着屋顶又捶又蹬，房梁瓦片不停往下掉。屋子里好几个人都已经被掉下去的房梁砸倒在地，生死不知。几个灵活一点的年轻后生赶在被砸中之前逃出了屋子，慌不择路就往门外跑。但他们太恐惧，全忘了自己挖的陷阱，一个2个全都滚进了大坑里，在里面欲哭无泪。食人猴几乎弄塌了整个房子，我想跑，但是2条腿都没力气，只能用手扒拉着地面往门外爬。这时候突然有一只手伸过来，一把抓住我。
妮子，快进地窖！是奶奶。奶奶不知是怎么从屋子里逃出来的，她灰头土脸，力气却比以前大得多。她拖着我3步并作2步冲到西北角的地窖口，把我塞了进去，又盖好盖子。妮子，千万别出来，我去救你爷爷！奶奶说完转身就走了。我在里面又惊又怕，很想打开盖子看看，却又不敢。只听得到外面是不是响起一声又一声凄厉的喊叫，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过来，地窖口被打开了。爷爷拄着枪站在外边，他回头大喊：老娘们，快点，快进来！奶奶气喘吁吁的声音也从不远处传过来。正当这时，咚的一声，地面猛地一震，然后就是什么东西被刺穿的声音。爷爷呆在原地，目眦尽裂。刺穿的声音。爷爷呆在原地，目眦尽裂，整个人不停发抖，握枪的手上青筋暴起。他一脚把地窖盖板踢上，然后怒吼一声：他娘的狗畜生，老子跟你拼了！然后就是砰砰砰的枪响声，咚咚咚的震地声，再然后就是爷爷凄惨的叫声，一声又一声，不绝于耳。我死死捂着嘴巴，眼泪哗啦啦滚落下来。我甚至连推开盖板看一眼的勇气都彻底没有了。过了很久很久，外面终于安静了下来，只剩下风声在呼啸。我浑身发抖，眼泪都已经哭干了。地窖口的木板忽然被掀开，一双闪着灵光的大灯笼在外头中盯着我，是食人猴。我的心跳和呼吸似乎都在一瞬间停住了，几乎窒息。他没有立刻杀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盯着我看了许久，仿佛在思考着什么。突然，他低下头，鼻子使劲嗅了嗅，还用如镰刀般尖利的爪子轻轻戳了戳我的脸。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了一丝熟悉，那是曾被我偷偷喂过食物的那只小猴子。他看了我很久，最终转身离开。的那只小猴子，他看了我很久，最终转身离开，消失在夜色中。周围再次陷入死寂，我在地窖中一动都不敢动，甚至不敢再把盖板盖起来。一直到天光大亮，我才鼓起勇气从地窖爬了出去。此刻院子里已是满目疮痍，整个堂屋都像是在狂风暴雨中被撕成了碎片，到处都是断手断脚，有一具尸体还被剥了皮，砸烂了脑袋，只有奶奶留了个全尸。我呆呆地站在院子中央，脑海中一片空白，四周死一般的寂静，时间像是凝固了一样。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我蓦然回头一看，是大姑婆。她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身上裹着一件黑色的布衣，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小妮子，活着就好啊。对这一地的死人，她似乎都没有很惊讶，反而是非常冷静地打量着院子里的一切。她身上背着一个木匣子，看着有点像是爷爷小心翼翼藏起来的那个钱匣子，那里头几乎是爷爷所有的积蓄。我们谁也不知道爷爷把它藏在哪里。我想问大姑婆什么，可话到了嘴边又不知道从何哪里。我想问大姑婆什么，可话到了嘴边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更何况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爷爷和奶奶已经不在了，我完全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孩子，跟我去镇上吧，这个村子不能待了。我看着他，脑海中一片混乱。他没再多说话，只是自顾自就往外走去。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跟在了他的身后。大姑婆带着我走出院子，外面有一辆套好的驴车，她把我抱上了驴车，一扬鞭子，驴儿便往镇上跑去。四周静得出奇，只有风声在耳边呼啸。出村口时，他回望了一眼黄泥岗村，目光复杂。老王家只剩你还活着，也许这是天意。他轻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又像是感慨。从此之后，我就一直跟着大姑婆在镇上生活。没几年，就听说黄泥岗村怪事连连，所有人都搬空了，这个村从此成了荒村。除了我，恐怕没人知道黄泥岗村的完整故事了。黄泥岗的故事，或许就该留在大山里，让它随着山风渐渐消散。